它是蛙跳战术的极致运用，它被称为是日军的噩梦。它堪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盟军遭受到的最艰苦战斗，它就是新几内亚战役。做视频不易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，小编跪谢。1943年年初，随着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巴布亚半岛同盟军的较量中均遭到失败，所以日军只得退而求其次，将新几内亚东北部地区作为防线的重中之重，并且要以此来拱卫到拉包尔的作用。为此，日军大本营在新几内亚集中了陆军第18军、第2方面军、第4航空军以及海军第9舰队，共计20万人。而盟军为了夺回新几内亚，也部署了大量兵力。由时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的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统一指挥美国陆军第6集团军，乔治·丘吉尔·肯尼的美国陆军第5航空队，美国海军小威廉·哈尔西的第3舰队，马克·米切尔的第38特遣舰队，以及澳军第3师、第5师、第7师、第9师，共计4万2千人。盟军计划率先占领新几内亚的萨拉马瓦和莱城，随后再将休恩半岛的日军全部歼灭后，向西占领新几内亚北部沿海地区，以此为菲律宾战役的发起打下基础。1943年6月30号，为了诱使莱城日军分兵支援，美澳联军按照预定计划在萨拉马瓦东南约30公里处登陆，并且随后进攻萨拉马瓦。鏖战2个月后，随着第5航空队在轰炸莱城日军机场的行动中取得了击毁近200架日军战机的战果，不仅标志着新几内亚的日军航空力量几乎全灭，也使得盟军终于夺得了制空权。9月4号到5号，随着盟军在莱城东西方向实施了登陆和伞降作战，导致莱城日军至此陷入到盟军的东西夹击之中。9月15号，盟军在攻克新几内亚北海岸战略要地萨拉马瓦后，开始对莱城进行包围作战，而9000余名守城日军眼看形势不妙，随即弃城向北部山区撤退。盟军虽在收复莱城的同时，打开了进军巴布亚的北部大门。10月2号，日军在获悉盟军占领休恩半岛东部的分尸港后，随即派兵从马当出发支援，但增援日军在和盟军鏖战2个月后被重创后，只得撤往新澳地区防守。1944年1月2号，在休整了将近半个月后，盟军继续按照计划对塞多尔实施登陆作战，不仅成功使得马当通往新澳的道路被阻断，也使日军被迫从内陆撤往马当和维瓦克等地，而盟军也在随后不久收复马当。但就在这时，盟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却对随后的进攻计划抱有不同的想法，因为按照原定部署，盟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汉萨湾。但是该地区和盟军随后的进攻目标维瓦克不仅有着坚固的防御工事，还有着近5万名日军负责防御，导致盟军无法在短时间内占领，而且就算是收复了这两地，也至多只能让盟军的进攻前推200多英里。也就是因为这种顾虑，美军高层在经过多方商讨后，终于同意了麦克阿瑟采取蛙跳战术，直接实施跳岛进攻的作战方案，决定直接对500英里外的艾塔佩和荷兰蒂亚采取越境攻击。麦克阿瑟随即指挥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，由马努斯和分尸港等地出发。为了迷惑日军，盟军还特意数次变换方向，使日军搞不清盟军的进攻方向。在1944年4月22号，经历长达3个月的反复周旋后，盟军终于在当天早晨于日军不察之下，突然对荷兰蒂亚港湾发起登陆作战，而且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完成了登陆。4月26号，面对日军缓过劲儿来的反扑，盟军则以损失1000余人的代价，不仅成功击退了日军的反攻，还终于取得了荷兰蒂亚战役的胜利。而麦克阿瑟也出于扩建机场，并且以此增加空军兵力的考虑，遂命令盟军于次日乘胜西进，企图占领距离荷兰蒂亚近200英里的瓦克德到萨米这地区。鏖战到5月中旬，由于盟军的旋风特遣部队突然对瓦克德岛进行登陆作战，并同盟军激战4天后，终于使盟军占领了该地区。而就在盟军对新几内亚大举反攻和迅猛推进的同时，日军大本营的高层将领们也是忧心忡忡。所以为了尽快遏制盟军的进攻势头，日本联合舰队随即奉命倾尽全部家当，并打算联合日本的陆空航空兵，企图引诱美国太平洋舰队在菲律宾海域一较高低。
但令日军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些极为机密的作战计划竟然在1944年3月底被美军意外缴获了。而麦克阿瑟也在获悉了日军的行动计划后，遂下令盟军继续向西跳跃，计划攻占距离瓦克德西北180英里的什真群岛中的比亚克岛。巧合的是，麦克阿瑟计划夺占的比亚克岛也正是日军作战计划的重中之重，因为该岛屿不仅位于计划中的决战海域，还同时拥有着尤其重要的3个机场，加之日军也需要该岛屿的陆基航空兵来增加日军航战部队的力量，所以无论是盟军还是日军，只要能占据这一岛屿，就可以大大加强己方部队在该海域的空中突击力量。而也就是因为该岛的重要性，日军派出了7000余人增援比亚克岛，使得驻守比亚克岛的日军兵力因此达到了1万余人。这其中的1/3以上还都是作战经验丰富、受训程度较高的日军精锐部队。而且守岛日军还将遍布全岛的蜂窝状洞穴充分利用，构建起了繁杂而又有序的防御工事。5月27号，在美第7舰队和第5航空队的海空火力掩护下，1万余名盟军士兵对比亚克岛实施了登陆作战，并在同守岛日军鏖战2个月后，终于在7月30号登上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最后一个据点鸟头半岛的同时，还攻占了桑萨波。至此，惨烈的美澳日新几内亚战役以盟军的胜利宣告结束。新几内亚战役，盟军共参战42000人，死伤12000余人；日军共参战20万人，仅有1万余人向盟军投降。在这次战役中，由麦克阿瑟所率领的盟军并没有按部就班地采用传统战术依次占领，而是使用蛙跳战术，一层一层地突破了日军的弧形防线，将盟军战线西进了1800英里，北进了100英里。不仅将在日军分割包围的同时，还将驻守岛屿的日军孤立开来，使其难以组织起有效进攻的同时，还瓦解了日军的心理防线，对其嚣张的气焰予以沉重打击。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为了进行岛屿作战而造成大量伤亡的结果，其中更加关键的还有大大缩短了作战时长。麦克阿瑟的蛙跳战术使盟军在沿新几内亚北岸向北挺进后，仅用几个跳跃就推进到了新几内亚的最西端，使其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在向西快速推进1000余英里的同时，还沿整个新几内亚海岸建立了一系列的海空军基地，极大限制了日军的海空支援。而盟军运用到极致的蛙跳战术，也在随后使其接连跳过了加罗林群岛、台湾岛等诸多岛屿，不仅破灭了日军用岛屿遏制盟军的企图，还获得了巴布亚战役、新几内亚战役、菲律宾战役的胜利，还夺取了塞班岛、硫磺岛和冲绳岛，使通往日本本土的大门终于被盟军所打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